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财经简报。全球各大媒体报道中国财经，我们团队为您整理总结。宁德时代报告第4季度利润增长放缓。Reuters， 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报告称，由于 COVID-19 对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的影响，其第4季度净利润增长放缓。这家全球最大的电池制造商在2021年10月至12月期间录的 60.6% 的利润增长，而第2季度为 164%， 第3季度为 130.9%。特斯拉是宁德时代最大的客户，去年12月将其上海工厂的产量减少了1/3以上，因为这家美国汽车制造商正在努力应对库存增加。随着中国应对2次疫情爆发，中国的电动汽车销售放缓。相反，病毒预防政策的突然终止导致了中国各地的感染浪潮。分析师预测，由于需求低迷，随之而来的价格战，其特点是畅销车型的价格下降，预计今年将继续下去。宝马中国帮助下实现盈利目标。Reuters， 宝马宣布其核心汽车制造业务达到其2022年盈利目标，该集团的息税前获利率为 8.6%。收益为106亿欧元，111亿美元。与华晨汽车 BBA 在中国的合资企业的合并提供了近一半的现金流。宝马去年支付了37亿欧元，将其在华晨马的股份增加到 75%。然而，宝马股价昨日下跌 3.3%， 低于下跌 1% 的欧洲汽车指数。比特币在银门下跌后稳定在低点附近。Reuters，比特币价格周四企稳。此前有消息称，专注于美国加密货币的银行 Silvergate 将自愿清算。上周 ，Silvergate 警告称，在去年 FTX 突然破产后，投资者撤回了约80亿美元的存款后，他正在考虑将其运营能力作为一个持续经营的企业。Silvergate 被视为加密行业与传统金融世界之间的重要桥梁，并且一直是许多加密业务的关键银行合作伙伴。Coinbase Global 和 Binance 上周都宣布，他们已经与 Silvergate 断绝了联系，并且没有因 Silvergate 的倒闭而遭受任何损失。巴基斯坦非常接近签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Reuters， 根据财政部长 Ishaq Dar 的说法，巴基斯坦非常接近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签署工作人员级别的协定。该协议将意味助向该国陷入困境的经济释放10亿美元。并将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批准的65亿美元救助计划的一部分，为其国际收支危机提供生命线。为了避免外债违约，现金拮据的经济将需要其他多边和双边融资管道来支撑其外汇储备。巴基斯坦央行已经从中国获得了12亿美元，成为该国唯一的贷款人。斯里兰卡将于4月宣布债务重组战略。Reuters，斯里兰卡计划下个月制定债务重组战略，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个月内对其救助计划进行审查之前加快与企业债权人的谈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二表示，这个东南亚国家已获得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主要双边领导人的融资保证，为其最终批准其29亿美元的4年援助计划奠定了基础。当你看到员工层面的协议公布时，这将包含我们对债务重组的承诺，这也将揭示中期债务目标，以便我们长期恢复债务可持续性。中央银行行长 P. Nandlal Weerasinghe 解释说，斯里兰卡经历了70多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计划中的债务重组战略出台之际，该国正试图摆脱困境。如果美联储利率达到 6%， 前沿国家将遭受最大损失。Reuters， 麦肯锡的研究显示，在可预见的未来，由于经济不确定性、景气差、NIM 受到挤压、数位化推动和成本上升，收入下降将继续威胁零售银行的盈利能力。他看到美国零售银行的前景暗淡，称到2025年，股本回报率为 10% 或更低的银行数量将增加近1倍，达到 60% 左右。麦肯锡呼吁零售银行采用与数位世界相融的新商业模式，以应对行业面临的挑战。他还表示，随着客户越来越多地使用数位渠道进行银行交易，公司需要调整销售管道和客户主张。新兴市场正面临他们的恶魔，
也为交易员正在考虑美联储利率是否会上升至6%，这一水准可能会伤害较弱的国家。市场现在定价在9月份的5.5%至5.75%区间，而 CME FedWatch 工具显示，该波段当月达到6%的可能性接近50%。此举的规模和速度让投资者对发展中的股票、债券和货币感到不舒服。这些股票、债券和货币经常在全球利率上升的情况下屈服。巴克莱最近的一项分析显示，美联储加息50个基点将增加利率波动性，这最初会更加不稳定，因为它通常伴随着新兴市场外汇表现不佳，这可能会引发新兴市场利率进一步上涨。早盘出价，中国是否在输出通货紧缩 ？Reuters， 中国的出厂价格未能阻止一连串的下跌，但每年仍未负值。西方央行行长松了一口气，因为中国的通胀也已放缓至1年来的最低水准。人们认为，缺乏刺激措施和失业将有助于维持当地需求水准，而经济放缓可能有助于缓解出口压力，防止中国经济重新开放带来的另一次通胀冲击。与此同时，随着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采取鹰派立场，焦点仍然是美国数据作为利率变动的驱动力。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数据将于今日公布，日本央行将于明天结束为期2天的会议，但是预计后者不会进行任何更改。恒大就债务重组条款与法院截止日期赛跑。Reuters， 中国恒大集团计划在3月20日的法庭听证会上披露其227亿美元境外债务重组的细节。该房地产公司去年开始了中国最大的债务重组工作之一，但尚未与债券持有人就细节达成协定。它是在房地产债务危机中进入债务重组谈判的几家开发商之一。恒大一直在与主要的离岸债券持有人就将部分债务转换为其2个上市香港单位的股权的可能性进行谈判，尽管债券持有人呼吁更好的条款。中国 Shine 将筹集20亿美元，预计今年晚些时候美国 IPO。Reuters， 中国在线时尚零售商 Shine 本月在新一轮融资中筹集了约20亿美元，投资者包括阿联酋主权财富基金 Mubadala、Tiger Global Management 和现有支援者 General Atlantic。该公司在上个月与投资银行进行初步谈判后，计划在2022年下半年在美国上市。此前曾尝试在2020年在美国进行 IPO， 但由于市场不可预测和美中紧张局势加剧，该计划搁置。然而，此次上市将是今年世界上最大的上市之一，并可能在地缘政治风险和动荡的资本市场中考验美国投资者对中国公司的兴趣。Shine 在此次融资中将其估值下调至640亿美元，比上一年下降了1/3。该公司还在欧洲扩张，在爱尔兰建立了一支团队，并在土耳其开设了一家制造工厂。香港股市因晶圆制造限制消息连续第3天下跌。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港股连续第3个交易日收低，因对中国科技行业未来的担忧日益加剧。恒生科技指数下跌1%，恒生整体下跌0.4%。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腾讯和美团分别下跌0.7%、1.4%和1.8%。JD.com 上涨1.2%。投资者越来越担心，在荷兰最近限制浸没式 DUV 光刻机出口之后，中国的科技行业可能会受到重创。这些机器在世界上最先进晶圆的生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荷兰计划对这些机器的出口出台更多规定，预计将在夏季之前实施。中国消费者通胀为1年来最慢，生产者通货紧缩加深。Reuters，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尽管中国取消了强有力的 COVID-19 控制措施，但由于消费者仍持谨慎态度，但中国的年度消费者通胀率降至1年来的最低水准。2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上涨1%，而1月份上涨2.1%。分析师预计，未来几个月中国消费者价格将面临上行压力，这意味着政府2023年的目标可能会超过3%。去年，它比2020年仅上涨了2%，没有达到目标。生产者通货紧缩延续到第5个月，其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下降1.4%，主要是由于大宗商品价格疲软。
该国议会为2023年 GDP 设定了约5%的保守增长目标，这表明政策制定者注意到经济逆风。随着买家回归，中国2月份主要城市的房屋销售飙升。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根据代理商和研究公司的数据，上海、北京和深圳的住宅销售环比增长至少80%。与1月份相比，北京和深圳的新房销售增长了25%，尽管上海的销售额下降了37%。此前，北京努力鼓励销售，其中包括向私募股权投资者开放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加快贷款速度以及降低许多城市的抵押贷款利率。上海的二手交易增长最为强劲。根据上海链家研究院编制的数据，2月份二手交易环比增长141%至19280笔。在北京大兴区 Cloudland 开发区出售房屋的经纪人陆胜表示，自1月以来，市场一直在改善。全国房地产市场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至12%。谢谢大家收看中国财经简报。